青年为破解金钟罩，每日对着特制钢珠铜人练功，每次在特定时辰击打铜人穴位，若是能有相对应的钢珠掉落，则代表此次攻击有效。为何一定要选用如此繁琐的方法？这种打穴方法真有奇效吗？清朝初年，反清运动此起彼伏，朝廷得悉少林寺参与其中，派遣白眉道人率兵火烧少林寺，大肆屠杀少林弟子。智善禅师为护佑弟子逃生，与白眉道人展开生死决斗。奈何白眉道人修炼金钟罩大成，一身虎形拳未立寸功，反被格杀当场。少林俗家弟子洪熙官侥幸逃出，带领师兄弟们急速撤离，却在半路遭遇白眉首徒高进忠的伏击。为保护众人安全逃离，少林弟子童千金奋力厮杀，终究是寡不敌众，惨死于清兵乱箭之下。遭此滔天变故，洪熙官决意抗争到底。现今朝廷正加紧搜捕，为免目标过大遭遇团灭，遂命众人四散而去，隐姓埋名，借由戏班做掩护，反抗暴政。一日，戏班上岸表演，人群中却有一女子出言贬低。原是这女子方永春与其族叔走江湖卖艺为生，却数次被戏班抢走生意，这才愤愤不平，动手挑衅。洪熙官闻讯而来，见猎欣喜，与其切磋武艺。哪知方永春竟是鹤形拳传人，自己的虎形拳根本讨不到便宜，直到方叔从中打圆场，才算作罢。经此一事，方家叔侄女加入戏班，自古美人爱英雄，在与洪熙官多日相处下，二人的关系与日俱增，顺理成章，喜结连理。未料洞房花烛夜，新娘子有一考验，使出独门的二字前仰马，两腿相合，坚若磐石，任凭洪熙官使尽浑身力气，也未能打开半分。看着妻子得以睡下，他实在放不下这口气，新婚之夜却只能在屋外将就了一晚。看着新郎如此遭罪，方叔朗声一笑，附耳低语指点了洪熙官一招。入夜，方永春依旧不依不饶，看着丈夫束手无策，得意不已。却在这时，洪熙官眼神一转，按照方叔所传诀窍，轻松破解了二字前仰马。眼看妻子还不服气，使出鹤形拳攻来，洪熙官顺势而下，双腿一展，放下床边为慢。未过许久，两人的儿子便咕咕坠地。只是虽已有家室，洪熙官依旧不忘灭门大仇，誓要诛杀白眉老道，替师报仇。妻子闻言不禁担忧，虎形拳力道威猛无比，可对上白眉的金钟罩却是无用，还需兼修他的鹤形拳才有胜算。洪熙官不以为意，这种女人练的功夫，想教就教给儿子吧。妻子劝他单练虎形拳，除非他再练10年。洪熙官并未在意，10年就10年。转眼间10年过去，洪熙官苦练虎形拳，招式之间威力雄绝，手臂粗的树木扛不过他一记虎爪。在此期间，妻子也将鹤形拳传给了儿子洪文定，其二字前仰马也颇得真传，每每都令洪熙官也无可奈何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洪熙官终于得知白眉的隐居之所，立马只身独闯道观，10年苦练令他的武功大为精进。白眉闻声而出，叫住众人，点头赞许洪熙官勇气可嘉。但想要挑战他，按照规矩还需先闯过两仪剑阵。2名道人剑势飞舞，彼此互为攻守，相辅相成。可洪熙官的武功也不是吃素的，轻易夺过长剑，以剑穗缠住2人脖颈，稍一用力便叫2人魂归西天。见到此景，白眉决定亲自动手。虎形拳的招数他比洪熙官还熟，师傅都败在他手中，更何况是徒弟。任凭洪熙官挥爪间劲气凌厉，白眉依旧淡然如常。洪熙官攻势渐急，所谓的金钟罩必有死穴，称作气门，可一爪抓下却是毫无反应。笑话，若是连提阴缩阳都不会，还叫什么金钟罩大成？洪熙官随即转而攻向双眼，却见白眉眼皮似铁，毫发无损，2人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临了，还是洪熙官想起妻子嘱咐，虚晃一招后夺门而逃，随后力气不支，滚下台阶。白眉见此，推下门口香炉，若是砸在身上，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师弟小胡舍命挡下。他说出最新打听到的消息：白眉的气门只有在特定的时辰才会显现。说完，当场断气，一命呜呼。洪熙官铭记于心，奋力逃出升天。之后，洪熙官继续苦练虎形拳。为了研究如何破解金钟罩的气门，他专门打造了一具钢珠穴位铜人。等到特定的时辰，他便迅猛出手，
只要击打穴位准确，钢珠便会自行滚落。如此又是7年过去，她终于练成了打穴之法。看着被针刺破的手指，涌出的鲜血仿佛在提醒她不要忘记血海深仇。知道丈夫心病的妻子再次提出让她兼修鹤行拳，但洪熙官依旧固执，说什么也不肯学。他叫来已经成人的儿子，叮嘱他一定要听母亲的话。隔日，伴随着阵阵乌鸦啼鸣，洪熙官再次踏上复仇之路，却未曾注意妻子已是泪盈满眶。上次丈夫的武功与白眉相去甚远，白眉没把他当回事，才让他逃得一命。而这一次，洪熙官的虎形拳已达巅峰，此去多半是凶多吉少。似是为印证他的预感，这次清兵将道观围得水泄不通，洪熙官只能有进无退。他从门口一直打到大堂，高进忠也跟随着白眉现身。率先下场的他存心试水，却在虎形拳的迅猛攻势下当场败北。见状，白眉不禁点头赞许，如此才能让他多活动活动筋骨。可他没料到洪熙官还修炼了打穴之法，出其不意下立时中招，被洪熙官扯下一块布匹。但白眉依旧不慌，虎形拳即便再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洪熙官落入下风，接连挨打，眼看时辰将过，心急如焚，似是知晓他内心所想。白眉一手立在庭前，一手护住下盘，随后故意大开空门，引诱他进攻。洪熙官瞅准时机，手抓前庭，脚踢下盘，哪知白眉两腿间忽然涌现出一股巨大的吸力，任凭洪熙官如何用力也挣脱不开，随即一掌废掉洪熙官大腿。至此，白眉得意一笑，表示洪熙官算得很对。可他还是更胜一筹，已经能在7年间练得能将气门双向移动，现在应该在天灵穴才对。说完，白眉放开洪熙官，准备叫弟子高进忠抓个活口。未料洪熙官临死反扑，反手一记虎爪捏碎高进忠咽喉，守成虎爪余威犹存。洪文定得知父亲的死讯，发誓要为父报仇，可他只学过母亲的鹤行拳，翻箱倒柜下，终于找到了压箱底的虎形拳秘籍。可惜因保管不善，遭虫鼠啃噬，只剩下半部残缺不全。为免母亲担心，他并未将此事告知母亲。此后，洪文定便依据半本秘籍练拳，缺失的半部招式令他不知道该打上面还是下面。逐一尝试下，竟还真有钢珠掉落而出。剩下的招式，他只能根据自己对于鹤行拳的理解补全，凭借自身的天赋不断演化，竟初步自创出了虎鹤双形。经过多日修行，他的打穴之法也颇为精熟，径直前往白眉的道观。看似自信，实则心有不安。毕竟他只学了一点虎形拳，此次不求能全身而退，起码也要同归于尽。洪文定悄悄潜入白眉静修之地，一记虎爪直直向白眉攻来，却根本无法撼动其半分，反被当场一掌打出。知晓这是洪熙官的儿子，白眉登时来了兴趣，出言指点他的虎形拳不足之处。哪知洪文定突然变招，出其不意揪下白眉一缕胡须，如此令白眉大感意外。他不怕正宗的虎形拳，却防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无厘手。出手再也不似从前那般风轻云淡，一路碾压下，将洪文定打出大门。见强攻不成，洪文定舌头一吐，借机一脚攻在白眉下盘，却同样被吸住大腿，动弹不得。白眉正欲故技重施，哪知洪文定顺势骑在白眉身上，逼得白眉收弓放开。二字前仰马一出，白眉无可奈何，随即使出打穴之法，猛击天灵穴，正破了白眉的气门。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可笑白眉纵横一生，临老却死在了一个小儿的虎鹤双形之下。